有些人会认为说，其实麦当劳它也没有义务提供更多，就是法规上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他们都有做到了。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准确啊，因为他们就是有没有做到的地方，所以才会有最后的裁罚。我觉得第二来就是这是跟他们营造的形象还有期待有关的。你今天是一个大企业，你一定有资源去处理好这些事情。第二，你今天是一个跟快乐、跟幸福、跟家庭，就是过去他一直有打这个社会企业责任非常强的一个公司。对，但是现在出事了，你却只做最基础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幸福企业大家的想象是有落差的。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又回到了我们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呢，我就不会看稿，改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讨论网红圈啊、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好，那今天要讨论的其实就是麦当劳抵制事件。这个是前阵子在 Threads 上面爆出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妈妈在 Threads 上面爆料，她女儿在麦当劳打工被主人性侵，然后最后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麦当劳处理的方式就引发大家的抵制危机。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它其实有个案外案，就是后来有一群建中学生，他纠团去吃麦当劳这件事情，它就引起额外的延上，然后同样引起很多讨论。对，没有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就来讨论就这次麦当劳的抵制事件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后来又会爆发这种抵制跟反对抵制之间的冲突。那最后呢，也会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春节快到了，该怎么样让小朋友妥善运用收到的红包，是许多3到6岁幼儿家长的教育小难题。正好准备一份盲狗狗幼儿财商启蒙绘本礼盒给育儿朋友，成为他们的教育小助力吧。礼盒内涵帮孩子建立良好的金钱观念的3本绘本，能够学习储蓄的小猪铺满，跟练习小额消费的零钱包。让大人陪着孩子一起练习管理过年收到的红包钱，让孩子知道钱的功能、储蓄的意义，并养成正向的消费观念，让财商素养在孩子心中萌芽，将财源滚滚、年年有余的祝福寓意化为终身受用的良好金钱观。赶快准备这份新年礼物给身边的育儿朋友吧！趁过年物流截止之前，不但有免运优惠哦，还加码赠送盲狗狗蛇年红包、礼盒红包一起送，兼具内涵与体面。输入我的折扣码积极推荐，全站商品还能够再打9折，赶快点击资讯栏了解吧。好，那因为可能有些观众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志奇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起源呢，是在大概12月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妈妈，他们就在 Threads 上面去发文说，自己16岁的女儿几年前在麦当劳打工。然后过程当中呢，这个主管呢就有借由一些权势的方式，多次的性侵，导致她身心崩溃。然后再来呢，就是在女生离职之后，其实也有跟麦当劳提出申诉，并且呢跟警方报案。那麦当劳也证实有这件事情的发生了，已经在5月的时候解雇了涉案的主管。那事情不是这样就解决，那为什么还有后面的事情？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大家对于麦当劳的处理方式非常非常不满。像是当事的妈妈，她就说，就3月的时候，麦当劳曾经找过双方问话，但过程当中呢，一直想要将这个事件呢导向这个情侣关系或者是双方合意的，就是觉得你们2个是情侣，这是你们你情我愿的事情。对。然后5月的时候，麦当劳有寄出这个性骚扰成立的公文信函呢，给这个少女的母亲，但是少女的母亲就质疑说，明明就是一个性侵而非性骚扰。那后面呢也不闻不问，他们就觉得说啊，可能想要淡化这个事件。然后而且这个涉案主管呢，后来还有不停的去打电话或者是传讯息骚扰这个当事人，甚至呛说这个我是富二代啊，你告不赢啊，要赔多少钱等等的。而到了11月的时候，少女呢就疑似因为不堪压力，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事情来讲，就是它有很多权势或者是大对小、上对下、男性对女性这样子等等的事情发生了。那针对这些事情，麦当劳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的说法？好。麦当劳就有发出声明说，对于这些事情零容忍，然后在接到申诉的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完全的依照了性平法去处理。但他们强调，就是法律上面呢，雇主只能够针对性骚扰的部分去处理。那这部分呢，他们调查完之后也觉得情节重大，所以用了最严厉的这个解雇的处分。可是，在性侵的部分呢，他们的讲法是雇主只能够协助报案。那目前他们也提供这个地检署调查的事证以及报告，然后就有点像是暗示在说已经没有办法多做什么了。但是后来这个台北市的劳动局呢，就表示说，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这个规定呢，是有包含要提供受害者必要的协助。那麦当劳没有及时的提供受害者这个心理咨商，所以开罚了新台币100万元的罚款。
而同时就是在网络上面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满麦当劳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道歉，或者是这个处理的态度消极啊、吃案，所以就决定要去串联抵制麦当劳，拒绝去消费。那甚至呢，还到这个麦当劳的美国总部那边去留言联系，要求这个台湾麦当劳要道歉啊，还有正视这个问题。那这个事情大概是这样嘛？但这次比较特别，应该是除了抵制之外，后来出现很多反对抵制的声音。我觉得最大的应该呢就是建中学生的事件，就是有一个学生呢，他们用班级的这个 search 账号发文说，就是中午揪团骑脚踏车去吃麦当劳。那之后包含像是竹中啊、中一中、南一中，还有雄中等等这些学校呢，也吹起了一个仿效的风潮，然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这样子。超级复杂。对，那志祺你怎么看整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先分成3个部分来讲。那我觉得可以先讲麦当劳这一块。第一个当然就是加害者是非常非常可恶的，那欺负小朋友啊，或者是我觉得权势这些等等都不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好理解。但这一次呢，之所以会对麦当劳这么生气，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麦当劳有一些疑似包庇这个加害者的行为。对，那明明呢都是你的员工，但一开始的行为看起来就比较偏袒主管，比如说想要解释成这个情侣合一嘛，或是这个母亲这边应该是有声称说会议上面有叫这个女生不要说话。那后来呢也没有主动提供心理咨询啊，或是赔偿等等啊。然后后来因为这件事情拖了比较久一点点嘛，所以一直到这个事情闹大之后，我觉得大家已经有一些情绪了。然后再看到他们的声明之后，也会觉得说，他们的声明就有点公事公办的这种推卸感啦。但我觉得，其实我看到一些说法是觉得，麦当劳作为一个企业，它当然就是公事公办。有些人会认为说，其实麦当劳它也没有义务提供更多，就是法规上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他们都有做到了。那你怎么看这个讲法？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准确啊，因为他们就是有没有做到的地方，所以才会有最后的裁罚嘛。确实。对，我觉得第二来就是这是跟他们营造的形象还有期待有关的。像是麦当劳，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企业，然后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今天是一个大企业，你一定有资源去处理好这些事情。第二，可能你今天是一个跟快乐、跟幸福、跟家庭这些那么好的东西混在一起，就是过去他一直有打造一个社会企业责任非常强的一个公司。对，但是现在出事了，结果你却只做最基础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幸福企业大家的想象是有落差的。因为大家毕竟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幸福企业，你的老板或是你的这个制度可能会更加的帮助员工一点点，尤其是受到一个这么不公的一个待遇。所以我觉得在这点其实也可以延伸的去思考，所以说目前的法规是不是大家期待的样子？就我们对一个公司到底要做到多少是有什么样的想法的？因为现在其实很模糊，因为毕竟法律它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但我们好像确实不期待说，如果今天公司出事了，然后大家都只做到这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好的契机，让我们一起去讨论它。但老实说，这也不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个范围啦，所以我是没有把握说在这边可以多做一些什么讨论。但如果观众如果是对这部分有想法的，我都欢迎大家多分享。好，那麦当劳的部分大概是这样。那建中男生的部分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跟很多人批评的一样，就是觉得这样真的是有点太中二了。就是你要吃就算了，你为什么要特意的把它抛出来呢？但我同时也在想说，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一来可能是因为他们年纪就是比较轻，所以他们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像是有人就提到说，这次做这些事情的人很多都是男校，而且是就是比较明星男校。对，比较明星男校的一些学校，我觉得他们的成长背景可能是真的容易是相对优渥的。那可能就真的比较没有一些情境可以去同理当事人面对的问题。例如说，我讲到像是优势性别好了，我认为啊，在我自己高中的阶段，我是真的很难去理解说女生她们每天要面对的这些处境。像是你可能从小到大，你就会遇到一些性骚扰的问题，然后3不5时你就要遇到这个咸猪手的问题，或者是你今天明明跟别人表现一样，但是你要是被视为一个比较次等的性别等等的问题，这些东西我觉得在我高中阶段的时候是真的有点难体会到的。但我讲这些话，我不是要帮他们卸责，我只是在强力的去思考说，到底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如果我今天不去思考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一直存在。又或者是回到他们的状态，就明星学校跟家境优渥，老实说，它就是有一定的程度的关联性嘛。所以他可能是家境比较优渥，或者是他从小成绩优异，所以他总是可以众人的焦点。我觉得这些的特质都容易导致他们可能对自己特别的有自信。最后呢，它就会导致他更难去看到别人痛处，然后甚至是容易大放厥词等等。我觉得这都稍微的有一点关系。我们回到这个事件，你就会发现，在这里面它有非常非常多弱势的地方。刚刚讲到的，她是女性，她在这个社会上面，她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性别。然后再来，她今天她是家境一定是有遇到一些困难的，所以她才需要很小的时候她就去打工。
所以这些人如果他今天家境比较优渥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体会说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遭到什么样的辛苦。就像我自己的第一次打工，应该也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打工的其实就是在学校的这个系办。但如果今天我到了麦当劳这种更社会里面，对社会里面，然后很忙碌。我是不是又会遇到一些更多的刁难？那这些刁难，如果你没有同理过的话，你是很容易就会觉得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东西嘛，你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些经验的普及，然后想办法让更多人能够同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很让人痛心的点嘛，就是遇害的那个人，其实跟这些人的年纪是差不多的。对，就是这两个人的那个生活，你就想到底是怎么样的天差地别。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那么生气的点，就是今天一个跟你差不多的人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结果你没有站在一个我应该要帮助他们的状态，同理他，对，然后你还觉得这是别人的，例如说没有女权等等的，那这当然让人很生气，就有点像是今天一个年轻人，他可能因为他的处境或是各种元素，他就买房了，然后之后他开始去讲说你看这些其他年轻人，你们自己不努力，然后不买房。就是这个在那边讲什么要让我的资产下跌，但他没有看到就是其他人真正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大家讲到买房就有生气的感觉。对啊，就是会很生气嘛。就如果我今天我在那边就是一直讲说要怎么样，大家也会很生气。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同理的问题。然后，但我并不想要直接去讲说你们就是垃圾，你们就是怎么样，而是我看到了，因为你处在的结构导致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同理。那我希望把我的这个视野分享给你，让你知道说你的确过得真的是比较开心一点。那但是如果你愿意多同理一下，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会更好一些啦。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里面也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经验的推测，我自己其实就是读主中的，所以我也会觉得说，我自己的这个成长经验可能跟这些高中生是有一点点类似的，所以我才会在这个地方去试着想办法同理他。然后另外我在想说，这是会不会也是一种表现欲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国中、高中阶段，你真的就是有比较多的表现欲。但是以前我们的表现欲可能就是在你知道小小的社团里面，然后你弹吉他，然后在里面就很红了。这个我讲到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有一个算是弹吉他的学长，他非常非常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现在吉他社很多都倒光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有表现欲的人，现在很多都去跳 TikTok， 他今天他很容易在网络上面就是几千几万，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我们好好的练好几个月，然后一首歌，然后在惩罚上面弹个几十个、几百个人。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网络在放大大家表演欲，而在他们年纪还小，在跟网络这个互动跟相处的过程当中，就一定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挫折，因为他毕竟是过去他可能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在班上你知道讲一些无聊的笑话，讲一些过分的笑话，其实大家就是笑一笑就结束了。但今天的他把它放到网络上面的时候，现在的网络它第一个更分众，第二个它是更广的。尤其在 search 上面，它是强迫把各种有可能冲突的资讯推到更多的地方去，所以它就可能会导致他自己也会有一点点认知失调。我猜他可能我们在班上不是这样都好好的吗？大家都在笑，结果怎么今天我放到网络上面，全部人都在骂我？可能也就是他们现代需要面对的另外一个挑战。对，我觉得这就是他们自己要面对的挑战。不过再换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次会吵得这么的大，的确是跟网络越来越分众有关系。怎么说？我觉得这次的落差还是让我想到最近感悟比较深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你的分众时代里面的人会接触到不同的一些资讯，所以你会得出非常不同的行为跟一些判断。像是支持抵制的人，他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大企业在欺负员工啊，或者权势性侵的这个问题等等的这种不公平。那这种事情没有人想要遇到，所以我们大家会希望集结起来，去发挥自己的力量，然后去对抗、去争取，避免未来再有这样子的憾事发生。而且老实说，你其实就是不买而已，它其实感觉就是一个相对消极的事情了。对，而反对抵制人会不会，他们其实也不是希望看到性侵，对，应该不会有人真的想看到或者这些不平等的事情发生，他们可能就只是认为说，麦当劳已经尽到一个责任，或者是这个案情还没有确定，又或者是觉得说，麦当劳有错，但是抵制手法根本不会改善问题的。确实会有人这样想。然后我觉得看到另外一群人，可能是单纯是无感，或是他没有跟人紧这件事情，然后他就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自己吃麦当劳就变成好像在支持性侵，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嘛，然后觉得被情勒嘛。我觉得这是确实有可能发生，就是刚刚讲到的，大家看到的资讯其实不一样。
我跟现在要讲的可能不是刚刚讲到那群高中生，他们觉得抵制很好玩，但是有可能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就是今天他的 search 上面根本没有出现相关的贴文，然后他就吃一个麦当劳，然后他就真的就是发了，然后就被别人就是讲说，你这现在怎么可以吃？你很过分，然后就被骂一顿。所以对这群人来说，他们可能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莫名其妙被骂了，然后就觉得很糟，所以他想做些行为来平复他这个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认知失调，因此他决定继续发，然后就导致了更多的愤怒，因为没有人喜欢被贴标签。然后也没有人想要被影响这个自己的习惯，所以呢，他们就会觉得没关系啊，我就是要继续发怎样？我觉得这不是代表说他们就是对的啦，就不是要帮他们的行为开脱。对，但我觉得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所以这就回到了这个社群分这种概念，就是每天我们真的有非常多的资讯，然后要大家资讯同步是很困难的。就像我想到之前的事情，就是阿帕子在爆红的时候，我一个都没有被推到。居然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听，所以我就在放，然后我就被别人讲说不要再放这首歌好不好？我就想说，可是他不是刚出来吗？为什么？然后哇，原来大家已经被他轰到爆炸了，然后我自己根本没有一个概念。我们那个企划最近在讨论要选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就是以前我们选题，大概讲一个，大家就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但现在越来越有那种一个人讲这个题目我们要做，然后其他人说这是什么事情？他说很热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我社群上完全都是但其他人完全没看过。对，那我们已经是那种非常火网的人了，然后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境，更不要说一般可能你就不会花很多时间在社群上的人。对，我在这个时代就想到之前应该是中华电信的5G 广告还是什么，就是世界越快心则慢，就是你真的被迫得这个样子，因为如果像是今天我们大家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吵架是觉得你明知然后你还故意，但现在我们其实很难去确认对方是不是明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确认的时候，其实就很快去把很多的资讯沟通直接上升到是对抗或吵架，那其实蛮可惜的。确实，对，那这件事情它变得真的很难处理。就是也有人可以就是装傻说我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应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在接下来的算是这个社群环境里面，我们又要更加的学习跟成长，我们才可能可以去面对的。但同时，我觉得我有在这次的这个环境里面看到了一些不同于过去的这个取消文化对立而跑出来的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些状况，比较积极的这种。对，像是有人会说，他们并不强迫大家要抵制，那尊重这个喜欢吃麦当劳的想法。那这些人呢，就会进一步的说明了自己的雷点是什么，然后就让事情有一个展开对话的一个机会。就是大家也在这个环境里面慢慢进化了。对，因为不然原本的事情好像不会让东西变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假设以我们来讲好了，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了那么多次的争吵，那最后好像看起来结果还是一样。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一个不同的结果，其实我们势必要做出一个不同的选择。不然的话，其实就是一模一样，你只会重蹈覆辙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给我的启发就是，他们为了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往自己的目标迈进，所以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那让我感到对，就是你讲就是很正面、很积极。像是雄中校长就有出来表态嘛，他表示希望说，相信这些同学都是在没有弄清楚事情全貌之下，因为好玩啊，想要批判，然后简化这个逻辑，然后不当发言，反而造成了伤害。但他也呼吁说，就是社会的公审容易过度，希望能够这些高中生让学校来处理就好，帮助他们的成长。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跟示范。就是有谴责之余，他其实有好好保护这些学生。没错。好，那拉回来，那之前你自己会抵制或不抵制？因为我自己就是你知道，我最近在过着健康的生活，所以我本来就很久没有吃麦当劳了，无聊。对，所以我说不上抵制不抵制，你知道吗？这对我们来讲就是没有在吃，根本不是客群。对，我直接离开这场游戏。但我在意的反而是麦当劳这次处理的显然是有些瑕疵的。那我们会不会透过这个事件去改善，才是一个我自己在关注的重点嘛？毕竟麦当劳过去，我觉得他们多年来是很努力在做 ESG 跟幸福企业的一些打造的。而且你在最近的这个麦当劳的就业环境当中，你是看到很多二度就业的人嘛？甚至是我觉得很多学生的你第一个打工你就是去麦当劳，就是环境福利都相对稳定。对，所以在一个学生第一次进到社会，你对他的认知的形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相信我们社会是需要投注更多的资源，或者是更多的关注，去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好的起点。不然，如果这些人他们都是初出茅庐，你没有经验，你没有知识的时候，
你就是我认为社会投注更多的精力在这个地方，然后好好关注这个事件是有它的价值的。它可能会帮助我们的学生的就业也好，或者是你像我们刚刚讲2度就业，现在很多人去那个地方重新就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积极的把这个地方弄好？如果他这个选择很好，我相信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很好的事情。然后同时，我觉得毕竟麦当劳这个食物从小大家就有快乐儿童餐，它是一个某种程度的亲子餐厅嘛，所以你很多的快乐回忆都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像我到现在我还记得以前很努力的去凑那个玩具，或者是家里就是庆生会的时候，大家把它带过去，然后在那边吃东西，就真的有很多快乐的回忆都发生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一个人是发现说，哇，原来我在这边那么的开心，就他背后却好像发生了这么多糟糕的事情，那这个回忆好像也变得不再那么的单纯了。那我想，只要是你有在麦当劳消费过的人，应该都不希望最后这个回忆是变成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点啦。而且我相信麦当劳它就是餐饮业的龙头嘛，它怎么做其实是会有很大的示范作用的。而且我觉得就这件事情来说，大家希望的事情其实跟麦当劳的立场应该是要一致的。大家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解决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家的立场跟麦当劳反而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致的，都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好好处理、好好解决。对啊，没有错。所以最后呢，我也想问大家，就是你怎么样看待这次麦当劳的抵制事件？然后大家最在意的事情又是什么呢？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聊聊这个事件。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